大人叨扰了。看来我们被姚明华将了一军。我们费尽心思，让民众们认为横川大捷是值得庆祝的事情，他反倒利用民众的关注度，把阿秀送上了庭审。他此举也是兵行险招。就算伦明海亲自举证，到时候庭审上也无绝对把握。更何况，他还有一个难以控制的变数——书律长萧龙。要说这军心在歌应星，民心就在萧龙。没想到现在这个局面，杨明华竟能将此事交给萧龙。怕的是，这杨明华还有后手。大人，您说杨明华还能有什么后招呢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牢房那边有任何消息，随时通知我。是。怎么了？属下只是觉得，您每次如厕都跑那么远，这身体吃不吃的？属下不是那个意思，您身体好着呢。大人，大局已定，但这子川秀巧舌如簧，庭审之上众目睽睽，不会被这无赖真的给辩过去了吧？何必让他开口？这样也算遂了帝林的心意。这个事儿不用他，你去安排。是。奉参星大人口谕，提人犯子川秀速至军长府。快点儿！快点！左顾右盼看什么？军长大人等着呢。领兵司的高手，屈尊降贵扮作狱卒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官靴上领兵司的标志都没有摘，谁看不出来啊？况且，军长府在东，我们却一直往西，这是要去杨统领给我挑选的坟地吧？哎呀，好疼，好疼啊！你先走，这边交给我。当枕巾了啊！想活命就听话。告诉马夫，沿着秋溪路走，从明月寺小路出城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你还这么皮啊？
秀哥哥这么久不回家，连路都不认识了。秋溪路有领兵司守卫巡逻，你要去给杨明华行礼啊。沿着河边小路向北走，去清风别院啊。是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怎么了？疼！你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有大碍。你别！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是什么？太丑了，啊！这么丑的样子被你看到了，那只能让你为我负责了。你受伤了？啊？我看看。薛哥哥，7年没见，你怎么都胖了？你这7年怎么混的呀？行军要略第1条便是，凡离开帝都者出远门，回来的时候就要给故人带礼物。礼物呢？哎呦，我疼！哎呀，好疼！啊！我都还没碰你呢。啊？是吗？你少转移话题啊！礼物呢？那也行，那你就准备娶我当礼物吧。礼物，倾家荡产，给你买了这个远州奇异月光石。这块石头，你把它放在双手盘着，日月摩挲，它会变得通透发亮，皎洁如月，晶莹如玉，既可以驱邪避魔，还可以养颜健体。还可以养颜健体啊！当然是假的啦，这块破石头我随手捡的。不过呢，这块破石头能逗你开心，我这个礼物也不算失败。哎，真是骗你的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说了送给我了，那它就是块月光石。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记得进密室是不是要密码来着？我好像给忘了，似乎是要亲你一口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又开嫂子玩笑了？来说正事。现在杨明华想让他死，任何人站出来就是多个陪葬的。我跟司义林把盘缠给你准备好了，快滚吧！我不能滚，我滚就是畏罪潜逃。这盆脏水要是泼不到我身上，肯定就泼到葛应星大人身上了。我倒觉得你可以滚。杨明华跟戈大人对立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分出个胜负。你现在滚吧，戈大人也不是招架不住。二哥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军人的荣誉比生命都重要。你这么多年，赤胆忠心的跟杨梅花正面对垒，现在教我畏罪潜逃。好，那这样你留下来。我这7年与狼同眠，为了你我也不忍了。到时候我们3个人拿着刀直接去领兵司行刺，大不了壮烈牺牲。届时兵臣军长府，军长大人被逼着禅位之时，他会感谢我们3个人的。反正我不能滚。你真的可以滚，而且你必须滚。我真的。来，阿秀，喝口茶。还是嫂子好，谢谢嫂子。哎，
我真是看不了你们滚来滚去，3个大男人磨磨唧唧。阿秀，你看着我。3、2、1，我已派人在帝都城内外增设关卡，戒严盘查，全城搜捕，保证不出3日，定能把子川秀。庭审是在明日，不是在3日之后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去挑几样趁手的兵器。老钟，铁手拿人，从无遗漏，一人可敌数百精兵。他若出手，子川秀1日必死无疑。哎呀，我们一家子人的冤屈，多凭萧大人秉公执法才得昭雪，怎敢要萧大人的银钱呢？前2次的账还没有结完，今日又吃你半罐干果，是该这个数。你若是不收，下次我可不敢再来了。我给您保护好茶去。萧大人两袖清风，难怪深得民心爱戴。都是仰仗杨统领的提拔。子川秀一案，远州军令，各地屯兵皆调至子川边境及几处要隘余地。横川之战，属于私自调兵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这1万战俘中，有北族公主卡丹，但她并未上报啊。清点战俘一一上报，皆是他人职责，这些不算什么罪过。明白了，庭审之上，众目睽睽，自然是以理服人。人证物证，定是一应俱全。人家少年英豪，咱们可不能轻易给冤枉了。杨统领放心，枢律司秉公执法，我萧龙坐下，绝无冤案啊！大人，目标已找到了，身长8尺，容貌甚伟，面如刀刻，色若桃李。可惜了，这朵兖州之花要败了。横川之胜，举国欢欣。领兵司本该论功行赏，但在调取远州旗领子川秀7年行军记录之时，发现其逆行盗失，蝇营狗苟之事举不胜举，更有求胜通敌之嫌。子川秀自知有负家族信任，昨夜已然服毒自尽。此人
因面部剧毒、溃烂、浮肿，你怎么证明他就是子川秀？请萧大人通传人证。传。跪下！各位大人，小的是看守子川秀的狱卒，没想到他做贼心虚，企图越狱。小的身上的伤就是在捉拿他时所留。子川秀见逃出无望，跟小的承认了通敌求胜之罪，继而服毒自尽。传下一位人证。哪儿来下一位人证？你杀不了他吗？我一路追着他进了山谷，入山之后1拐人就没了，随后就受到了从山上倒吊而下的攻击，刀速之快，下手之狠，毫无还手之机。你确定那是子川秀吗？听说我死了，我来给自己上个坟嘛。哟，这个尸体怎么回事？罗大人，你要想给我加个罪名，你就直接说嘛，何必给一个死人扣罪状呢？你别说，还真挺像。子川秀，你本应该在监狱候审，为何越狱？越狱？萧大人，昨天有几个人打着军长提审的名义，把我从牢里带了出来，可是没走几步就想杀了我。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跑出来，这不赶紧让你们来审我了吗？子川秀，你不要在这颠倒黑白。昨日提走你的不正是你的同党吗？要不今天你怎么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昨日我们哥几个抵挡不住，让他跑了。为了交差，才擅自找尸体代替，求大人开恩呐！庭审之上，满口胡诌，更是以伪师欺瞒领兵司、枢律司，其罪当诛。来人，带下去。是。求大人饶命！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。越狱事小，投敌事大。罗明海，罗大人，刚刚你说我越狱，现在又说我投敌，你还当真以为想跟7年前一样给我乱扣罪状？我告诉你，我长大了。子川秀，这是庭审，注意你的言辞和态度。子川律法严谨，今日庭审召开，便是有充足的人证物证来指认你的罪名。你若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放心，我枢律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好，罗大人，我还有哪些罪状？你不如一口气全部说出来。萧大人，经领兵司调查，枢律司审核，远州旗领子川秀，罪状有8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！林殿下，我要见叔叔。你知不知道，庭审之上，杨明华纵容罗明海颠倒是非黑白，陷害忠良，如今只能请叔叔出面了。宁殿下，军长说这审判再过个把时辰就要结束了，他改变不了什么，请殿下回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就在这儿跪着，跪到叔叔出来见我为止。军长猜到宁殿下会如此，让我将这个交给殿下，用来垫着，跪得也舒服些。告辞。子川秀，你对
罗大人代表领兵司举证你的8大罪状，有何话说呀？当然有了。没想到罗大人把我这8条罪状背得这么熟啊，陈词慷慨，文辞华美。罗大人这一口气说下来，脸不红气不喘，我认为罗大人实在是老当益壮。子川秀，横川战事正酣，你在阵前睡觉是，或者不是？若不是，你与敌私通，了解战前动向，你睡得着吗？我是真困啊！你俘获了北族公主卡丹，却迟迟不上报，假借贪恋美色保护卡丹，实则是要把卡丹送离。你手下的将士和战俘皆可作证。哼！各位大人，大家都是男的，好色之心，这是能假装出来的吗？那是真馋啊！而且，罗大人如果见到了北族卡丹公主的天姿国色，我相信你是一定能铁树开花，枯木逢春，老房子的火越烧越旺。子川秀，这里是你耍无赖的地方吗？是我耍无赖吗？3万追30万，那换做谁看了，那都是置生死于不顾的忠肝义胆。你却说我是与北族串通做样子，北族佯攻其他要隘，可实则呢是奇袭横川。我带兵迎敌，不丢子川一城一池。你却说我是故意扰乱远州战局啊！还有。远州极寒，我用金币与北族人换双袜子，你却说什么？我与北族私通私信。行，我现在就把鞋脱下来，给你看看我的袜子，验验。子川秀，啊，子川秀，你说你冤屈，好，那我来问你。北族是如何败的？据传，北族第1猛将主帅葛杀，未至横川便被一刀击杀。这是横川之战北族溃败的关键。他是你杀的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因为从时辰上看，当时你正躺在被窝里酣睡呢。你当时知道他已经死了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凭什么敢下令追击？还是他压根儿没死？你们早有勾结。谁呀？叔叔，阳明华越是权势通天，像修哥哥他这样子的中军将才，他就越是珍贵啊！你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子川，你一定要救修哥哥。小宁，我说实话，我就是不喜欢子川秀，我尤其是不喜欢他不教你好的，他教你翻窗的这些行径。叔叔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翻窗子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修哥哥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宁，阳明华今时今日之事，他更胜7年之前，我去了也没什么用啊。我就是扰乱了庭审，也就耽误了一时半刻，那结局还是一样的。小宁，叔叔怕你是抱着希望去，带着失望回，你那个时候更伤心呐。我不在乎叔叔，只要修哥哥能多活一刻，我便能少伤心一分。
他要是死了的话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远星大人跟我泪眼婆娑呀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坚定而又威严地指向了东边。好，谢谢大人。他拍着我的手，颤抖地说道：“阿秀，你放心的去。胜利必将属于你呀，必将属于我们子川呐！”你够了，子川秀。依你的意思，在你战前午睡之时，我们逝去的先军长子川远星大人托梦于你，还告诉你葛杀已死，并且命你追击。正是啊，没想到萧大人现在终于开始懂我了。混账！托梦传译这种鬼神之说，你也说得出口啊？还胆敢搬出远星大人的英灵为你开脱，如此空口狡辩，简直是蔑视庭审，你无耻！无耻！为了让我死，各位大人真的是有劳了，死不悔改。萧大人，末将有一事不明。司仪林，你只是禁卫军副统领，列席只能旁听，无权质询。末将知道，只不过刚刚说的这8大罪状还有搜证，整个的程序非常复杂，需要远州军上报，领兵司确认，枢律司审核，最后再交由到军长府。按照我们子川律令，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流程办的话，那所有都算是无效。横川一役，非同小可。昨日，本官已奏请军长大人急调密令，获各司、各军档案调取之权，同时也已告知各位同僚配合监察。至于确凿证据，传子川秀行军副旗领白川。萧大人，这是由白川提供的行军记录，里面记载了子川秀日常的言行，他是如何与北族以物换物，又是如何暗行通风报信的勾当，与8大罪状吻合无二。白川，这是你亲手所述吧？是。记录大人的生活起居、日常行动、行军安排、核心命令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记载属实。属实。但是，本官萧龙现以家族名义宣判。萧大人，就算白川记载属实，可子川秀说的也没错，远州确实贫寒。我们两军对垒多年，已经养成了我们以物换物的旧习了。如果以此判定子川秀有罪的话，那些远州士兵没有一个干净的。如果说子川秀叛国通敌的话，那些为子川抛头颅洒热血的数十万远州士兵，没有一个是干净的。大人，司仪林大人所言不虚，光凭此记录要断言秀大人叛国，未免牵强。据末将了解，子川秀大人虽然表面上不拘细行，实则对家族忠心一片。若不是忠心，谁又能在横川这样的不毛之地
堪属实以苦挨7年。不拘细行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这国之根本，竟成了细行小事。大人，远州副旗领白川掌握长官通敌之政，多年来不仅隐匿不报，反助其叛逆，按子川律例，是与通敌同罪，即刻杖毙于庭外，拖下去。谁敢动他？第9大罪状，扰乱庭审秩序，意图兵变谋逆。子川兄，你还不肯认罪吗？你们非要把横川之胜变成横川之耻，我无罪可认。还有，你不只是在侮辱我，你侮辱的是整个远州。8大罪状，荒诞之至。子川秀有功无罪，你心知肚明，无耻！你们现在把三司的印章都拿出来，就是要搞我。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子川秀啊，子川秀，你一个人的过错，不应该让远州军陪着蒙羞啊！你若是铁了心的要继续推脱下去的话，那只能证明罗波和戈应星大人御下不严，任意惯纵。你究竟还要害死多少人呢？横川乙、子川秀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。本官萧龙现以家族的名义宣判，废其军衔，抄没家产，即刻处斩，拖下去。参兴大人救急大好，乃子川之幸。军长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子川秀及其下属也皆已认罪。小宁啊，别看这个。军长大人再舍不得这孩子，下官身为枢律长，也得为子川律法之威严负责，必得铲除这奸佞。参训大人，他们，我恨不得一剑刺死你，我替我哥哥刺死你！不义不孝、不忠之人，谋逆之贼，该杀，而且死有余辜。二位大人呢？军长大人，秀哥，您上，快起来！您请坐，您请坐。二位大人，军长大人，子川秀啊，他是子川远星的孩子。大人啊，养子而已，不必过分伤心。加上一笔，他不配再用皇族之姓，改回原名林和。二位大人，请二位大人体谅。子川远星临走之前拉着我的手，把小宁、阿秀托付给我。如今，子川秀犯下滔天大罪，我也有管理不善之责。请二位大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让我和子川秀吃一顿饭。就算是断头饭，我送他一程，就2个时辰。时辰一到，刀起头落。
如何？那就听参星大人的话。听军长大人。谢谢二位大人。杨明华未雨绸缪，原来私底下早就和萧龙有勾结。这回他是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置阿秀于死地了。也罢，阿秀这小子命里待客，生来就是要连累人的。我现在就去调集心腹，如果没有退路，只能结刑场了。要去也不是你去，你在杨明华那儿潜藏了7年，如果他要反的话，你是最有力的一张底牌。把人给我，我去。好。大人，这是杨统领给您送来的几道清淡小菜。我最爱吃这个了。你等会儿，不管是谁送来的东西，得小心。哦。还好，没变色。那我吃了。快吃吧。你尝尝这个白切鸡，真的挺好吃的。为什么回来？我问你呢，为什么回来？反正不是回来看你哭的。修哥哥，你就拿这个撬了锁，跑吧。啊！放心吧。如果老天有眼，看出来我不是什么好人，肯定会让我长命百岁的，啊！放心吧。大人，时辰到了。我治好了，你们走吧。小宁，我送你那块石头，就是块破石头，你扔了吧。我也是块破石头，用不着。你们走吧。叔叔，叔叔，我们说好的。你在这儿，他活不了。让你背叛家族，没用的叛徒还敢动我！哎，帝林大人，命还挺硬。像这种叛国的死囚，没必要跟他白费力气。是，把他给我带走，跟子川秀一块斩了。
大哥，这杀人用糯米酒啊，待遇太差了吧？有没有高粱酒？这糯米酒呢，其实也挺香的。你说你回来干嘛？专门来害死我？别怕嘛，要不你舔舔，喝酒止痛。大人，时辰到了。少年英豪，说实话，有点可惜。卸下沉重的铠甲，摘下疲惫的盔甲，灯下粗细，伴着一根梦，把酒言欢，直到天明。你的火把环烧着。是我所亮看夜起3万对阵30万，换做谁看，那都是不顾生死的。左边的地方，铭刻着无上光荣。消失的老朋友，他始终不曾远走。沉默不过是在等你开口。师傅，这块石头，你就把它放手上，日月磨塑，它就会变得透明，皎洁如月，明月。这块石头，你把它放在双手，把关着。一群悬崖趁手的兵器。爸爸不是这样预示，但明日不是3日后。旧时光，别放开往事的手。叔叔，有个人喜欢在老地方停留。我要见叔叔。庭审之上那个罗明海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那个杨明华。庭审之上那个杨明华纵容罗明海颠倒是非黑白，陷害众人。